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块来聊一聊这个 NCLEX 考试里边非常常见的一类题就是 priority。这个 priority 咱们理解成叫做优先就是从目前这一年来吧，我们很多批的同学去考试都有一个非常共同的一个反应，就是说在 NCLEX 考试题里面，有关考到你 priority 的题出的是很多的他甚至可以说有同学跟我反馈说，这个他的考试里边出现 priority 差不多能有10道左右那如果你要是说他差不多80来道题嘛，85道题通过，也就是说能占到将近不到1/9了那这个虽然它都叫 priority， 当然它考的是不同的内容不同的这种领域的 priority， 但是不管怎么讲这个 priority 这个题这个题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试的角度。也就是说，我们在准备这个考试的过程中呢，包括我们学习的过程中呢，一定要对于优先级别有一个大概的认识，而且呢能够在各种的环境中呢加以灵活的运用这个 priority 讲起来内容很繁杂，但是原则其实是比较简单的我们下面呢就主要把有关咱们 NCLEX 里边priority 题怎么做这些原则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看一下它的例子。这个它常用的一些提问是怎么问呢？说比如说是哪个病人或者哪种情况需要最优先处理或者是什么护理干预中咱们优先做哪个或者是呢，如果你现在在病房或者诊所或者在 ICU， 你会先做什么就是几个不同的这种常见的提问。那么它的关键词通常有什么呀？最重要的首先的首要的、优先的、立刻的就是这些当然它英文相应的词是吧 ？most important priority first这一种，或者 primary 或者 at once immediately 就像这些词那么当然有的时候它会有一些干扰的选项也就是说看着好像很紧急，但其实呢这个紧急只是一种主观的表现真的说能危害到什么程度呢？那倒不一定比如说有的时候病人很焦虑当然这个举个例子那么这个不同类型的焦虑它可能危害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就是一个心情的这种紧张焦虑那么普通来讲应该问题不大，但是呢有些病人他的紧张焦虑有可能诱发他一些问题比如说他可能在某些病人身上会导致他出现呼吸急促甚至出现这种孙念平衡紊乱是吧？这个那就可能又是不一样的情况，所以呢咱们也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判断。那么我们首先看一下做这种题目它有哪些原则。那么当然第一个原则就是马斯洛的这个分层级别是不一样的。这个大家只要是涉及到这种医护的学习范畴，或者是你哪怕是日常的这种对于这种人的精神心理方面，如果有一些这种科普的话，都知道都听说过马斯洛这5层让人的需求的5个级别。当然呢最基本的一个叫做生命安全生命安全就是或者说咱们叫做生理需求比如说人得吃东西得这个喝水这个按照马斯洛的原则，其实性需求这都是作为生理需求。那么第2个级别呢，它有一个安全的需求，比如说它需要有一个安全的庇护所要有一个房子住当然再往上有什么？有这种社交社会认同是吧？一种心理上的这种需求。那么当然再往高级别有这种获得别人尊重的需求。当然最高级的叫做自我实现他已经和其他人没关系了，完成他人生的一个叫做自我的目标自我实现。那么这个马斯洛的层次呢，大家一定要理解就是说它由低到高，我们做所有的这种 priority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当然其实在它的第1层，也就是说在它的这种生命安全或者叫生理需求上来讲呢，其实就包括了我们后边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就是 ABC 原则咱们下面去讲。那么也就是说这2个并不冲突不存在说这个马斯洛和这个 ABC 原则好像
两个都存在，然后发生冲突，这基本上不存在啊，因为 ABC 原则其实属于马斯洛第一层啊，就是最基本的要求。那么 NCLEX 大多数的都是在考你就是生命安全，也就是说其实都是在考第一层的需求啊。那么下面咱们就说这 ABC 原则。ABC 原则大家都知道 ，A 是指的气道 airway 啊 ，B 指的是呼吸，就 breathing 啊 ，C 呢指的是循环。那么 A 和 B 的区别在于什么 ？A 是气道，气道的通畅性啊。那么你没有气道的通畅性，你再有呼吸是没用的啊。那么 B 是指的呼吸的运动，也就是说它气道通畅的前提下，它还得有呼吸啊，否则你气道尽管是很通畅，但你没有呼吸也不行。啊，那么这就是 A 和 B 的区别。可能有些同学对于 A 和 B 感觉好像概念上不太理解啊，也就是说 A 是最基本的啊，它一定得是气管里不能有东西堵着啊，这就是气道通畅。那么 B 呢，它得有呼吸运动啊。那么 C 呢，就是你得有循环，得有血压，得有血流啊，这就是 ABC 原则。那么第一位还是气道啊。那么当这三个同时存在的时候，你首先要关注的是气道啊，气道通畅不通畅。比如说这个病人现在突然的一个晕倒。然后比如说意识丧失啊，这个时候呼吸好像也不大好，你首先应该观察的是什么？他气道通畅不通畅啊？比如说他是因为什么 choke 啊，嗓子里堵了个东西导致气道阻塞，那你首先就得解决这个问题啊，你并不是说首先做什么人工呼吸啊，你再做人工呼吸，他嗓子堵住东西了，喉咙堵住东西卡住了啊，你人工呼吸是完全无效的。所以第一步一定是要照顾这个气道的通畅啊。那么第二步才考虑到呼吸啊，如果病人呼吸不好，呼吸微弱，或者呼吸无效啊，非常快的那种浅快的呼吸是无效的，那么咱们就得进行呼吸方面的这种帮助啊调整。那么在呼吸的基础上呢，我们再去考虑血压啊，有没有血流啊，有没有血压呀，血压低不低啊，是吧？这些问题。那么当然，你如果说特殊的一个情况呢，就是说咱们可能得用那种胸外按压，是吧？这些。那么，所以呢，我们按照顺序记就是 A、B、C 啊。当然，其实还有扩展呢，就是说变成 A、B、C、D、E 了。那么 D 指的是 disability， 就是说这个病人他可能会出现一些神经方面或者说躯体方面的残障啊、残疾啊这些东西。包括 exposure， 它是一种暴露啊，可能身上出现一些什么皮疹什么这些。就举个例子来讲啊，我说的不全面，但是呢，就是这后边这两个都是没有那么特别的。啊，影响生命啊，说马上就会影响他生命安全，所以呢，咱们其实记 A、B、C 基本是够的啊。那么在下边呢，我们看还有哪些原则啊？就是说急性和慢性的原则。其实这个我也是非常愿意借用咱们中医的一个这个经典的一个原则，叫做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啊，也就是让病情很急的时候，咱们先对症处理啊。所以标就指的是他现在的症状啊。而不是说他的疾病本身啊，那缓啊，现在病情没有那么急了啊，病情比较稳定了，那么咱们再治其本啊，也就是说治疗他的基本的疾病。举个例子哈，当这个病人，比如说由于这种心衰啊，心衰肯定是比如说心肌梗塞导致的心衰啊，这是一个基础疾病。那么他现在呢出现了一个急性的肺水肿啊，这个端坐呼吸啊，那么这个时候你说。我肯定得先治疗这个端坐呼吸这个事儿，先得解决他这种肺水肿、急性肺水肿啊，而不是说先去纠正他心脏的疾病啊。这个有的时候这种慢性疾病你没有办法啊，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去治疗啊，所以呢，像这种我们怎么样，先治其标吧，对吧？先通过利尿啊，通过吸氧啊，让他的呼吸先稳定下来，是吧？啊，病人的情绪各方面、身体机能都稳定下来。然后呢，慢慢的再说用一些强心啊，什么这些药物啊，去治疗这个心脏本身的疾病啊。那么当然你说，可能有的时候你需要借助一些手术的方法，那都是以后的事儿啊。那么所以呢，急性和慢性相比呢，急性是优先的啊。那么这个下边他比如说咱们说的这例子，心衰有轻度的水肿，你这肯定没有必要去先去治疗这个，是吧？你又出现胸痛、呼吸困难，你肯定得先紧着这个急了来啊。另外呢，当有一个长期的病人出现一些新的这种表现的时候，那么咱们可能就得还是优先这种新出现的问题啊，这也是咱们一个治疗的原则。那么在下一个原则呢，就是说有的时候在一些特殊情况下，这就是另外一个
场景啊，那么他考虑优先原则的时候要看啊，这个哪个病人他这种最需要帮助啊。那么比如说出现一些重大灾害、突发事件啊，比如说真的出现什么这种大面积的这种人群的伤亡是吧？那这种什么袭击呀，就这种事儿啊，那么你首先应该抢救的是谁啊？这个咱们知道哈，有一些马上这个人肯定都快不就是恨不得双瞳孔散大都固定了，这种哪怕稍微有那么点呼吸，这也基本是不在咱们抢救范围之内了啊。最优先的谁啊？最有希望而且又比较重的啊，你不救他马上就不行了，而你救呢，可能他就好了啊，就有活下来的希望。那么就是这一类人啊，是最需要帮助的。那么对于说比如说就像这种像一些张力性气胸是吧？像这种这个有一些非常急的这种啊，这个大出血又很快很大，你这些呢，你只要马上采取措施啊，它是完全有可能被救活啊。但你如果就晚了这可能几分钟、十几分钟，这个人没准就不行了啊，就没有希望了。最优先的是这些人啊，那么就是说病情非常危险，但是呢还非常有救过来的希望，这是优先级。那么当然有些病人他没有那么急啊，比如说是被压住了啊，一个胳膊、腿啊骨折什么这一类的，在这种大的灾难的时候呢，他肯定不是最优先的啊。那么这些轻微有一些骨折呀、有一些擦伤啊，什么这个出血啊、头皮什么损伤，这些不至于说马上出什么危险的呢，咱们可以放在稍后处理啊。那么下一个呢，就是一些其他的原则哈。那么比如说我们说先处理危及生命的，然后是一些常规的，然后是一些计划性的，是吧？在护理来讲，比如说病人低氧的时候啊，缺氧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先给吸氧，是吧？当然你吸氧，马上吸完氧以后就要给什么一些常规药物啊。你比如说这个病人是个 COPD 哈，这个有一些这种气道痉挛，你这个时候一听的都有这种哮鸣音啊，有这种干啰音，你这个时候吸完氧以后，马上你就可以让他吸入这个albuterol 啊，缓解气道痉挛，扩张支气管啊。然后呢，当然你还有一些其他常规药物啊。那么当然你最后啊，可以有一些教育是吧？你这个生活方式啊，这些指导，那么这个就放在后面。那么在有的时候呢，是同等级别的啊。那么同等级别的情况下，我们优先采取哪个呢？我认为哈，这个是我个人的经验啊，不只是说做题，包括临床上的经验啊，咱们应该优先采取那些最容易实现啊，就马上可以采取的措施啊，这是第一位的。比如说，就是刚才咱们提到这个例子啊，说这个病人 COPD 的病人现在缺氧啊，比如说氧饱和度现在85%啊，明显的有这种缺氧的这种呼吸困难啊、难受啊、出汗、紧张啊这些。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你说让他改变体位是吧？这个病人可能本身现在躺得低一点啊，又没吸氧，你是先把他抬起来，床头抬高啊，还是说先让他去吸氧啊？反正我觉得应该还是先抬高床头，这是最方便，马上能采取能见效的措施，对吧？你摇个床头，或者说直接抬起床头，这个1分钟肯定能解决，是吧？就是说这能实现。而你比如说吸氧呢，你可能还得有连接这个什么吸氧管啊，又调整氧流量啊，是吧？再给它带上，那么这可能1分钟它就完不成啊。你相对来讲呢，最容易实现的同等级别情况下，你选取最快速能实施的这个措施啊，这是最优先的。那么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就是有这种火灾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有2个原则，一个是 RACE 原则，一个是 PASS 原则，这顺序不能错啊，这都是要求有顺序的。那么 RACE 指的是什么呢？在遇到火情的时候，咱们第一个怎么处理病人啊，就是在处理这个现场，所有的第一个原则先是救人啊 ，rescue 啊，那么救人是第一位的。当然，你这个救人的时候呢，又涉及到是吧？这不同病情的病人，你优先救哪个？啊，你可能优先的还是这个就是说最有可能先能逃离的啊。这个时候又有一点不一样哈。这个有一些这个可能你能稍微帮一点忙，马上这几个人就都能跑
啊，这个时候在这种情况下，它可能成为最优先的了。否则，你比如说你去3个人去同时推一个病床，把这个不能动的一个病人先推出来，这个时间你可能在救其他人的时候，你已经救出5个人来了啊。但你如果是救这种特别行动不便的，你得推着床走的病人，可能只能救1个啊。这听着有点残酷，但是呢，这个有点特殊性啊。第一个 rescue。那么当然后边呢有 alarm 啊，要报警啊，有警报，你要摁响这个警铃。那么当然 confine 有的时候也叫 contain 啊，都是 C。那么它指的是什么？关闭你这个火场啊，因为很多的建筑它是有这种防火门啊，通过关门啊，即便不是防火门，你把所有这个着火现场的门窗都要关闭啊，防止这个火灾呢、火情呢迅速扩散啊，你就把它能够尽量的控制在一个范围内啊，不要让它马上蔓延到其他的地方。那么当然最后一个是 extinguish 啊，就是用灭火器来灭火。那么用灭火器的时候又涉及到 pass 这个原则啊，第一个先得拔掉这个指针啊，拔掉那上面插的那个针，然后呢瞄准 aim 啊，瞄准哪儿？瞄准那个火的基底部啊，而不是瞄着那个火苗最上面啊，要瞄着这个火焰的基底部。然后呢 squeeze 啊，压这个手柄挤压，然后呢还要怎么着 sweep 啊，就是来回左右的摆动去晃动啊。那么这是对于一个比较特殊的火情的这种优先顺序。下边呢给大家稍微总结了一下啊，这个怎么判断啊，快速判断。第一个最优先的气道窒息啊，第二次优先的就是呼吸困难、血氧低的啊。那么第3个出血、休克、低血压，这就是 ABC 是吧？3个原则 ABC 嘛。那么第4个就是涉及到什么 disability 是吧？什么意识改变呐、局部的抽搐啊、癫痫啊这些。那么再往后就是什么发热、皮疹、什么各种体位不舒服这些啊。那么至于说什么教育这种例行的护理，咱们可以放在最后。总的来讲，给大家总结一下，第一个就是先救命再护理啊，这生命是第一位的啊 ，ABC。然后第二个呢，急性的新出现的问题优先啊，比慢性的要优先。那么对于一个病房场景下呢，哪个病人倒下以后最危险？这个在有些时候可能也是啊，对于咱们就是像我刚才说的那种出现一些非常大面积这种什么这种袭击啊或者什么这种情况啊，你优先救那个最有可能被救的啊。那么还有呢，就是不要被表面症状迷惑啊，像疼痛啊、像焦虑啊这些呢，在其他生命安全来讲，他们的优先级别还是相对要低一点啊。那么我们看几个例题哈，第一个我们看哈，有4个病人，咱们谁是最优先处理的啊？第一个 COPD， 现在呼吸28次每分明显快了啊，氧饱和度85，这血氧低了，这优先级别不低哈。然后看第二个阑尾切除术刚做完的，体温37.5，基本算是正常啊，基本体温没什么事，但是他刚做完手术。第3个高血压哈，160/90是高一些。第4个糖尿病啊，血糖200没有症状。那么总体来看 ，C 和 D 呢这2个就是说没有什么紧急的情况出现啊，都是比较慢性的疾病。但是血压和血糖比起来呢，这个血压160/90似乎比这个血糖200还是要高一点啊，就是它的级别危险级别要略高一点。那么 A 和 B 相比，肯定 A 的级别最高啊，所以呢，我们原则上第一个先处理这个 A。B 啊，就是呼吸啊，它这涉及到这种呼吸血氧的问题了。这个 A 选项是第一个需要处理的。第二个 B 为什么是放在第2位？因为它是刚做完手术的，有新发的情况啊，手术后的，因为刚做完手术，所以最需要观察。那么 C 和 D 都是慢性病人啊，当然你说我先优先 D 也没什么严重的说原则性的问题啊。C 和 D 呢基本上平级啊，我是这么认为。那么我们看第2个哈。说一个55岁男性有高血压病史，吃药不规律，突然今天是怎么着？剧烈头痛、胸闷、呼吸困难，那一看血压220、130，明显的高血压危象啊！心率又很快，面色潮红，双眼视网膜充血，典型的高血压危象表现。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哪个优先啊？是第一个口服降压药，肯定不行啊，太慢了。第2个平卧抬高下肢，这肯定不行，这是抢救低血压的，你这平卧抬高下肢，这让他血压会更高啊，不好。第3个静脉给药逐步降低血压，这个是最快的哈，所以这个 C 应该是目前看是最先。那么 D 监测生命体征，这肯定是没问题，15分钟一次，但是这个并不解决它直接的高血压问题，所以这选 C 哈。好，下一个题呢，我们说22岁男性啊，右下腹持续疼痛6小时，恶心呕吐啊，低热，这个
腹部呢麦克波那点压痛明显，反跳动阳性，这基本就是阑尾炎了，是吧？白细胞又高，血常规哈，所以这个基本上诊断是阑尾炎。那么哪个优先？第一个止疼啊，这口服止疼药这是不对的啊。这个我专门有一个这个视频讲的就是说，对于急诊的病人，大家一定要慎用啊这种止疼药，尤其是强效止疼药啊。你像这种诊断不太明确，下一步治疗措施都不太明确的时候，你直接给一个很强的镇痛药，吗啡类的，什么杜冷丁，是症状是好了，但是它里边有什么变化，有什么你都不知道啊，你观察不到它的病情啊，这是不行的。第二个呢，说进食进水，准备急诊手术，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是吧？这个没什么问题。第三个抗生素，抗生素当然是没问题，但是它的优先程度没有那个进食水手术高啊。第四个监测生命体征，每小时记录一次，这也是必须的，但是呢，你没有那个进食水准备急诊手术高啊，所以这个应该选 B。那我们再看这个题哈 ，COPD 老年男性是吧？吸烟40年。然后呼吸急促、乏力、咳痰增多、血氧饱和度85，这明显低了；呼吸频率28次，明显高了；心率110次每分，心率也快了哈，还焦虑，还轻度紫绀，是吧？那么哪个优先？第一个深呼吸，增加肺泡通气，这个也没什么问题，但是呢，这个适合什么时候啊？平时病情稳定的时候做哈。那么第二个说立即吸氧，根据医嘱调整氧流量，这是肯定没有任何问题的啊。这优先级别基本放在很高了哈。然后监测生命体征这一样啊，监测生命体征这个肯定不能说是错，但是呢，它的优先度没有那么高啊。你采取措施肯定优先于记录啊，所以呢，采取措施肯定是要高于你这个什么监测生命体征这些事儿。然后这什么心理支持缓解焦虑呢？这个在有些情况下它可能很重要，但是在这种明显已经低氧的时候呢，它也是啊没有这个吸氧级别高，所以这个也是选 B 哈，吸氧立刻吸氧。我们再看这个例题哈，说是一个42岁男性因交通事故造成胸瘤啊，这个胸髓损伤，在住院康复过程中哈，今天说这个血压突然升高是吧？210、110。毫米汞柱，心率又慢啊，又面部潮红、头疼、出汗、伴鼻塞、焦虑。这个患者还说这个膀胱充盈感啊，这个首先就考虑到什么？叫做自主神经功能失调啊，或者叫自主神经反射失调啊。自主神经反射失调呢，这就是在什么胸髓损伤比较要注意的一个方向啊。那么这个时候，通常患者他的交感神经功能亢进啊，导致他血压升高啊，血压很高。那么由于一些轻微刺激啊，比如说便秘，比如说膀胱充盈啊，这种有这种尿储留，都会诱发他交感神经功能亢进产生哈。所以呢，我们看看第一个说口服降压药，这个也是一样，是不是说不行？但是它太慢了啊。那么第二个让平卧抬高下肢，这还是这个是吧？你抬高下肢平卧，那么它会导致什么？血压更高啊，这个就肯定是不合适的。第三个立即检查膀胱导尿是否通畅，这个很好，对吧？他如果从他这个情况来看，他有可能有导尿管，对吧？你看看是不是导尿管堵了？如果堵了，马上给它通开啊！只要这个膀胱充盈没了，它血压很快自然就下来了啊。然后第四个说给予镇静剂缓解焦虑，这个也没什么问题，但是呢，现在肯定是什么 C 是最优选择，因为它第一直接针对它的原因啊，第二呢，它如果解决的话，它非常有效。所以呢，从 C 来讲，它是既治标又治本啊。当然，你说最根本的那标，就是最根本的本，它治不了。胸髓损伤，你不是说通过导尿能解决，但是它呢，对于它这种突发的自主神经反射失调来讲啊，因为是什么膀胱这种尿储留导致的，所以你只要把尿储留解决了，它这个高血压的问题就会解决哈。所以这个我们应该是选 C 哈，选 C 是作为 priority。好，那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儿，感谢大家观看啊，欢迎呢大家点赞、订阅、分享，谢谢各位，我们下次再见。